近段时间，美国政客勾连岛内赖清德当局，反复在确立一个中国原则国际法地位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上做文章，妄图为台湾拓展所谓国际空间。实际上，对于美台此等勾连，就连岛内舆论也质疑这种行为究竟会有多大成效。值得注意的是，日前公布的重磅涉台司法文件就强调，将严惩台独顽固分子，特别是针对其与外部势力勾结谋独行径，依法从重处罚。这也是对试图打台湾牌、干涉中国内政的外部势力的严正警告。本月21号，美国国务院2名国务卿助理帮办低调窜台，出席所谓国际组织议题工作阶层会议。会议中，美方代表与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就所谓反击联合国大会2758决议文进行讨论。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双方就拓展台湾所谓参与国际组织的空间交换意见。美方表达愿由美国驻外管处与台湾驻外机构合作，一同针对2758决议文重申所谓立场，站稳共同阵线。但基于所谓默契，台方并未透露2名美方官员的姓名。1971年第26届联大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没有资格加入。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处理。显然呢，在开会期间以及相关的沟通当中，涉及到的已经不仅仅是美国的现任的官员与台方的外事部门的领导之间的这种沟通是有官方的性质，那么还有其他国家加入，包括台湾所谓的邦交国的代表也参与到会议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呢，会看到美国虚化一个中国原则，在这个一个中国原则方面呢，有更多的负面的动向，中方是必然要做出反应的，是不可能听之任之的。近段时间，美国一些人反反复复在联大第2758号决议上做文章，鼓吹支持台湾地区参加联合国会议和活动，充分暴露其藐视历史和用心险恶。4月29号，美国务院东亚局助理国务卿帮办兼中国事务协调员兰默克指称，中国曲解联大2758号决议，目的是在国际社会孤立台湾，限制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和其他国际组织。在兰默克发表言论的第2天，美国务院亚太事务主卿康达就在一场美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将兰默克的说法原封不动再叙述了一次。5月6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严厉驳斥兰默克的言论，完全是对事实的歪曲、对历史的篡改、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践踏，强调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不可撼动，打台湾牌必然撞到南墙，支持台独必将引火上身。同月10号，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杨涛举行吹风会，就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阐明中方4点立场。第一，一个中国原则清清楚楚，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二，联合国系统始终遵循联大第2758号决议，秉持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涉台问题。第三，国际社会普遍遵守联大第2758号决议，完整准确落实一个中国原则。第四，美国必须停止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我们要正告美国，对于联大第2758号决议，美国只有严格遵守的义务，没有任意曲解的资格，更没有肆意妄为的特权。时候涉及到台湾所谓的国际空间问题，表面上来看是美国在支持台独势力，但更深层次的是，美国现在针对中国整体的这种围堵的态势，阻止中国的祖国统一进程，在尝试舆论战方面的一些新的动向。事实上，2758号决议通过以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在台湾问题上均遵循一个中国原则。联合国官方文件对台湾的称谓均为中国台湾省。联合国秘书处法律事务办公室出具的法律意见强调，联合国认为，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没有独立地位，台湾当局不享有任何形式的政府地位。而55年前，
当美国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时，同时宣布了与台湾当局断交，其遵循的也是2758号决议。对于此次台美工作阶层会议，台湾媒体认为，这可能是观察赖清德当局在外事上是否会把2758号决议法律战当作是拓展外事主战场的重要指标。台湾联合报引述专家观点认为，美方希望借此反制中国大陆，但是否有效，还要看美方愿意用多少力道来落实相关做法。台湾政治大学研究员严振声也说，美方虽然表现出积极态度，但并未在联合国正式提案中挑战相关论述，有必要确认美国是否真心希望借此拓展台湾所谓国际空间，还是只是作为对抗中国大陆的工具。还有分析认为，以中国大陆目前在联合国的影响力，台湾的所谓国际空间不会因如何诠释2758号决议的攻防战而变得更宽广。涉及到联大2758号决议，显然呢，美国西方是有一些紧张。那同时，对于台独势力来说，也认为自己现在处于劣势。从台方的角度来说，未来希望所谓拓展国际空间，希望呢能够这个绕开大陆方面，能够找到一些所谓的捷径和路径，来加入到一些国际组织，参与一些活动。那么现在呢，仍然在进行尝试。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看到2758号决议是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试图虚化掏空这个决议，在这个一个中国原则上来做一些文章，进而呢为自己铺路，也成为了一种危险的尝试。值得关注的是，赖清德抛出台独自白，大搞台独爆冲刚满1个月，大陆即亮出司法成毒的利剑，而其中就包括了打击台独顽固分子，拓展所谓国际空间分裂行径。6月21号，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就规定，通过推动台湾加入仅限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或者对外进行官方往来、军事联系等方式，图谋在国际社会制造2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将以分裂国家罪定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第2庭庭长马岩表示，这一情形主要针对的是台独顽固分子拓展所谓国际空间，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分裂行径。2021年11月和2022年8月，大陆先后把10人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其中可能涉及以外谋独的有2人，就是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以及时任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央视国际锐评的分析强调，台海局势紧张升级的根本原因在于，台湾当局一再企图以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严惩台独顽固分子，特别是针对其与外部势力勾结谋独行径，依法从重处罚，也是对试图打台湾牌、干涉中国内政的外部势力的严正警告。微信公众号日月谈天也引述社科院台湾问题专家的分析称，严惩以外谋独高度吻合当前台海形势，台独对外勾连是威胁台海和平的最大乱源，必须从重处理。而岛内舆论也强调，长期对美勾连的台独顽固分子萧美琴，尤其要好好掂量掂量。2位美国务院副驻青近日被揭窜访台湾，出席所谓国际组织议题工作阶层会议。那么您对此如何看呢？这次会议释放哪些危险信号？我们这个会议啊，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高度的警惕和关注啊，因为我们知道，首先第一个所谓的这种对于联大2758号决议，近一段时期以来，我看到美国方面，包括台湾的台独势力，那么这一系列的攻击，它实际上有很强的一个联动和协同的效应。那么一方面，我们知道美方近期所不断去升级加码的论述，那么它的一个论述的核心，实际上就是来自于岛内独派长期对美的一系列的政治公关。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美台这样一个所谓的以官方的形式啊，以这样一个较高的工作层级来把这2种试图去挺独反华的一种政策论述啊，有这样一个可能会叠加放大的效应。一方面啊，这样一些台独的新的一些主张就有可能会直接传递到美国政府的这个政策圈层之中。那么另外一方面反过来，美国政府如何去运用这样一张牌来去想要去进行进一步操作的相关的一个部署呢，也会去传达到这个民进党当局的这样一个行动上。所以说，对于这样一种勾连的态势，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个双方的这样一种从理念上、从工作上行动上未来可能会有一个更强的一个协同和放大的效应。
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关于这个会议它所触及的一个内容，也就是说未来双方要去布局的一个重点，一方面是美台之间围绕这样一个议题的更紧密的勾连。有可能会去升级抛出一些新的论述或者说论据来去支撑美台此前就这个问题所做出的一些曲解和谬误。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会议，它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是，美国也纠集了20多个所谓的与台湾、美国这样一些理念相近的伙伴国家。那么美方就直截了当的在这样一个场合对这些国家那么去讲所谓的美方对于这样一个2758号决议它的一个曲解这样一种谬误的看法。那么这是美方的观点，那么也去要求其他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与这个美方去保持对台的一个政策立场的一致。那么包括说所谓的2758号决议没有提到的事情，那么都是这些国家可以不限制的去与台湾所发展的关系，或者说支持台湾在国际上要去谋求所谓的空间等等。那么这样一个动向也是值得我们去高度关注的。美方近来涉台动作不断，从大肆军售到频繁互动，您对此是如何看的？美方是在加力打台湾牌吗？当然，我们应当看到的是，就是的确，美方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它是当做一张牌来打。所以说，现在美方并没有完全的去冲上一线试图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与中方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对撞式的对抗。那么现在美方更多的是想要去第一釜底抽薪式的去拆解、去质疑去解构中方对于国际一中原则相关的法理方面的这样一些基础和建构不管是针对于联大的权威，还是对于中方的主张，那么美方都在处处去提出一些这种掣肘式的这样一些质疑也好、挑战也好。那么总之就是形成这样一种反对的舆论，但是呢，他又并没有真的去通过包括所谓的挑起提案等等这样一些方式来真正的去实质的推动所谓的台湾入联那么他并没有去做到这样一步，那么也显示美国现在这种动作它还是颇为收敛的。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另外一个最重要的策略呢，就是试图去动员所谓的盟友伙伴来去结盟去挺台的这样一个国际参与一种所谓的这个去主张扩大这样一个2758号决议不涉台湾、不涉及所谓台湾主权定位的这样一种造势。那么再换句话说，美国就想把自己去扮演为一个所谓的挺台遏华的这种所谓的总指挥一个包工头。那么在这样一个框架之下，试图去撬动更多的杠杆，让更多的国家让他的这种所谓的盟友伙伴来去分担这样一种恶华的一些风险和成本，那么他来从中去坐收渔利，这也是美国一贯以来的这样一种战略的思维。那么他一定是要以维护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国家利益为最核心。那么第三点，我们应当看到的是，我们注意到就是特朗普阵营近期所发表的一些对于未来的外交政策的想定之中，那么其中包括这个更有力的所谓的挺台，以及更进一步的与中方去进行这种规范方面包括国际法、国际规则、法理方面的这些对撞、对冲、竞争那么这一点也正在会成为美国现在看起来这样一个左右两党一个非常重要的未来的这样一个政治的共识。那么如果说假如共和党在今年的美国选举中获胜上台的话，那么他将在这个问题上投入可能会更大的一个正面对抗的制衡的力道。那么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一个事情。